大家最近肯定看了不少关于 Solar 的影片吧？有人说这模型太神奇了 ，AI 已经能够理解并模拟现实世界了。你是感到害怕的，还是感到兴奋的？说实话，我是属于比较兴奋的那一类。四面八方的消息、新闻跟短影片，相信你跟我一样已经接受了很大的资讯量。那现在的你看懂 Solar 了吗？我是一个图像人，也就是用画面来理解事物的类型。老实说，光看着论文文本，我是一下子有点难消化的。所以今天我打算用图像人的方式来跟大家简单的聊聊 Solar 背后的原理。这帮助了我自己理解，也希望能帮助到你。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B 站观看的朋友可以帮我来个一键3连加关注。影片上架后都会有好读文字版的连结，可以从影片说明栏找到。想要找到更多学习资料的朋友，以及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学习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伺服器。在展开谈论 Solar 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AGI 是什么。AGI 的全名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是指理论上能够执行任何一种人类智能可以完成的认知任务，并且能够自我学习和适应新的任务或环境的人工智慧。所以它叫做通用型人工智慧，也会说是强人工智慧。那目前这种东西呢还不存在哈。而市面上已经非常广泛使用的，全部都属于弱人工智慧，或者我会说是指向型的人工智慧。这种人工智慧被设计和训练来完成特定的任务，例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或者是棋类游戏。指向型 AI 是指在特定领域可以表现得非常出色。通用型 AI 则更接近人脑，能够完成任何领域的工作，甚至具备超越人类的能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早就遍布了很大量的 AI， 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这其中大多数的 AI 属于辨识型，或者说分辨式决策式 AI， 也就是你丢给它资料，这些资料是需要有提前做好的标注分类的，然后它会帮你辨识归纳出指定的内容，根据已经训练好的规则来完成指定的工作，像是人脸辨识、推荐演算、自动驾驶。辨识型 AI 无法做到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更白话一点就是它没办法进行创作。而生成式 AI 中，我们常说语言模型和算图模型就有着很不同的运作方式，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你可能会说 GPT 和现在一些市面上的聊天 AI 已经可以生成图像了，这不就代表 AI 的能力已经开始整合了吗？其实并不算。目前可见的基本上都是以2条系统下去搭配的，只是把窗口整合在同一个地方而已。你请 GPT 生成图像，首先由 GPT 理解了你想执行的动作，并接收了你的 prompt， 然后由它去把你的 prompt 丢进到 DALL-E 里面，再把 DALL-E 的结果回传到 GPT 的画面上。虽然你从头到尾都在 GPT 的画面上没有离开，但它们依然是分别的2个 AI 模型，是分别针对特定任务指向来训练的不同模型。这就是目前市面上的 AI 不能被称为 AGI 的原因。他们也许在自己的领域上表现得很不错，但并不代表他们在所有的领域都能完成工作，更不用说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还有模型之分。以算图模型来说，我们会根据需求的风格去选择模型，甚至会用上各种 LoRa 来做补强控制。在生成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弥补模型本身的不足，我们还需要加入 ControlNet 模型、Upscale 修复模型、AnimateDiff 模型等等额外的外挂。这些扩展模型也都是为了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而单独训练的。AGI 的终极展望，或者说狭义的定义，就是以一个模型能做到全部的事情，包含全部的风格以及所有的能力分支，并且能够自我学习和适应新的任务或环境。就像一个人能够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不会只能够写字或是只能够画图，还能够操作器械，能够跟人聊天，能够说或唱，能对接收到的外在刺激产生感想和反应，也不会在学会开车后就只能开一款车，学会使用手机后就只能使用那一款手机。当遇到问题时，人类也会有主动去寻找、学习、解决办法的能力，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工程师或研究员来给你扩建数据库重新训练。同时它又会是一个可能超越人类的存在，因为人类很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把所有领域都做到最好。这个极限在可能的未来 AI 开发领域里面，或许会比突破人脑还要更容易实现吗？
这恐怕要等到哪天那个人机界面的技术也有爆炸性突破的时候，才能知道答案了。那说到这里，现在的指向型 AI 明明都还远没达到人脑的程度，我们却已经觉得厉害的不得了了。反过来仔细想想，其实人的脑袋还是挺厉害、挺了不起的啊。那么 AGI 的部分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来讲 Solar 的原理。我会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最后也会提供进阶阅读的指路给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们。Solar 使用的生成运算方式并不只是我们常听到的 Diffusion Model， 而是融合了 Diffusion 和 Transformer 各自擅长特性的 Diffusion Transformer。这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应该是来自2022年发表的这个 Scalable Diffusion Models with Transformers， 而为它奠定基础的各项技术研究也都是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有团队在做的。Solar 在技术说明页上直接有标注引用的资料，最主要是来自 Google 团队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 OpenAI 自己家的，还有其他团队的，这些都可以在最下面看到，感兴趣的朋友复制一下就可以找到原论文了。蛮有趣的是，一个 Google DeepMind 的团队成员在推特上开玩笑说，不用客气 OpenAI， 如果你想送点花和巧克力感谢我们，我可以死你地址。这反映了 AI 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和合作精神。许多重大的 AI 技术革新都是由多个团队在多年的研究中，透过公开分享研究论文共同达成的。这种开放分享的精神对于推动 AI 技术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它的取名方式好像有点随便，但这些技术本身确实都是非常非常屌的。我这边就快速的给不熟悉的朋友们带过一下。Diffusion 是基于加噪降噪来理解平面的图像构成的方法。透过文字编码器理解了你的需求后，逐步剔除噪点来生成结果。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够生成具有高度细节和连续性的图像。Transformer 是以类似于文字接龙的方式来生成结果的方法，它会在逐步生成的过程中去挑选最适合的字或内容往下接，并在它认为合适的地方结束。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处理长距离的依赖关系，并且具有很好的平行化能力。GPT 的那个 T 啊，就是 Transformer。那 Diffusion Transformer 就是将 Diffusion 和 Transformer 的优点结合起来的一种新方法。在训练时，它将影片的内容拆解成包含了空间和时间的小块，称为 Space-Time Latent Patches， 然后透过设计好的算法随机去丢掉一些小块。这就像是教学训练的时候给 AI 划重点，缩短它阅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接着就让模型开始学习这些内容。简单来说呢，你把这个大方块想成一段影片，这是长宽比，这是总时长。Diffusion Transformer 会把这一整个大方块切成一堆同样大小的小方块，保留它们原本的时空位置讯息，按照顺序记录，让它们都有序列编号。接着把方块打散，就有点像拼图，拼图的每一片都有着它原本的固定位置嘛。AI 在学习的时候就像是把拼图打散了。我们在拼图的时候，通常会先从好辨认的、好定位的开始找，对吧？拼到最后，那些剩下白白的、没什么图像资讯的，自然就会比较容易找到位置。或者说，即使没有这些，你也能够靠脑补想象出这张拼图完整的样子了。在这个基础上 ，Diffusion Transformer 还需要加入时间的元素。你就想象一下，这是一串逐帧内容做出来的拼图，像那种传统的手工动画。AI 会学到的，除了在这一个画面构图中，什么样的东西存在于什么样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能够学习到它们在逐帧运动的轨迹中会有什么样的动态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它会看起来好像理解了所谓的物理法则。最后这些小块都会被压缩成低维度的 latent representation， 把它想成把前面那个切分完后的小方块压扁。当然，降低维度不仅仅是压扁而已。用处理完后的 patch 来带入原本 Transformer 用来生成文字内容时所处理的最小单位 token， 然后加入噪点，对，我们 Diffusion Model 最常听到的那个 noise。用扩散模型对画面特征的学习方式来训练 AI 从理解画面到生成画面。
藉由以上的方式来让 AI 能够学习到影片中现实世界所具备的动态规律，以及画面应该呈现的样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它对于输入的提示词的理解。在展示页面上，我们会看到大多数的影片都只通过相对来说很简短的 prompt 来生成。这是因为 Sola 跟 DALL-E 一样，使用了 GPT 来扩展你的提示，但不是直接用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个 ChatGPT， 而是单独训练了一个专门用来描述影片内容的语言模型。这个专门的描述模型会来帮助 Sola 做到对画面更加详细的理解。整个技术的成就，我认为并不在画面有多么漂亮，而是 Sola 有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后，进而呈现出来的稳定。这让他似乎可以理解一个原本存在在画面上的物体不会因为短暂的遮挡而凭空消失，它能够维持住物体的存在跟形态，并且计算出合理的经过时间推移和运动后可能会产生的改变，或者说该不该改变。会说似乎是因为目前 Sola 官方释出的范例影片里，也还是有不少那种对 AI 而言合理，但对人类而言是个问号的生成结果。当然，这也是让 AI 生成能够超脱常理、天马行空的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常说到的 AI 的幻觉，某种程度上算是醍醐味吧，一些神奇的崩点。不过 Sola 团队成立不到1年，开发时间总体来说也并不长，具体的训练规模和参数都没有完整公开，因此我们很难去断定它需要多久才会成长到所谓真正理解真实世界的程度。起码现在，在 OpenAI 介绍页面上写着的 World Simulators 可以说就是一个展望未来的口号啦。虽然确实是朝向 AGI 又更跨出了一步，但现阶段而言还没那么神。但它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视觉产业将带来的刺激是可以想见的。创作者能够快速地生成出很多不同风格但都有着一定程度高品质的视觉内容，这能大幅度地节省时间和成本，并且 Sola 展现出的编辑能力像是这种万法归一的，或是只变更场景的，这些都有可能能让广告媒体和各种平台 App 根据用户的喜好或主动设置来产生个性化、客制化的，就是针对你的视觉投放内容。而像是素材网那种商业模式可能会很快速的没落，一些属于底层的重量不重质的工作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影片开头说到，我算是对这样的发展比较兴奋的那一类，并不是说我觉得只要没影响到我就好，我也会被影响到的。影片制作从发展文案到录制到剪辑，没有哪个环节不能被 AI 取代，甚至都不用是多未来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注意看，这个男人真的太狠了，他一支影片居然剪了3个礼拜。但是前面我们也聊到，我觉得人的脑子吧，还是一个很厉害很好用的东西。我们能让 AI 从人工智障变成人工智慧，也一定能在 AI 作为工具进驻市场的局面下，重新找到人类的定位，生命自会找到出路吧。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 Sola 并没有正式对外公开，没有开源，所以网络上你看到的所谓开源低配什么课程啊、演示啊，基本上都属于是冷销微。希望各位不要轻易的被糊弄，不要随便下载奇怪的安装包，不要随便付钱给奇怪的人。最后的最后，能够把影片全部看完的朋友，我想应该都是求知欲很旺盛的人吧，应该不会有人是喜欢听我这把破烂嗓子讲话吧。那么就来推荐一些阅读资料给各位啦。首先是这篇论文，他们是用反推验证的方式来推导 Sola 背后可能应用到的已公开的技术，并且尝试还原它的架构。论文内容非常丰富全面，解释也很详细。他们会先提出猜想，然后逐步通过反推验证来告诉你他们觉得哪个理论是最可能的。只要你对机器学习领域有基础认知，基本就能轻松理解这篇论文要表达的概念。基础比较薄弱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把看不懂的段落丢给 AI 来解释给你听就好了。这篇是真的蛮推荐的。再从这篇延伸出去，可以阅读 DIT 那一篇，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Scalable Diffusion Model with Transformers， 以及这个 Patch and Pack 的论文。
关于它使用 Transformer 来替换 U-Net 的部分，对 U-Net 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考虑来了解一下 U-Net 架构。因为目前我们最常使用的 Diffusion Model 都是 U-Net 架构，这在 AI 生成图像领域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知识。好的，那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有任何问题或有什么想补充的，欢迎在下方留言，把影片推荐给你对 AI 算图有兴趣的朋友。感谢各位收看，拜拜。